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俄乌战争的最新形势啊。种种迹象表明持续3年的俄乌战争在最近有可能会画上休止符，而且会以乌克兰被羞辱的方式画上休止符。这事情的原委还得从2月12号讲起啊。2月12号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缘由呢，是因为俄罗斯释放了一个美国人质叫福格尔。这福格尔是美国的一个历史学教师从2014年之后呢，他就在莫斯科一个私立学校里头当老师。2021年他再次进入到俄罗斯的时候，过海关的时候呢，发现身上带了20克医用大麻。他自己的解释是他脊椎不太好吸大麻缓解疼痛。但是在俄罗斯医用大麻和其他的大麻都算是毒品，就给他定了一个贩毒的罪名。于是呢，就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要说这哥们儿有点冤，20克医用大麻就判了有期徒刑14年。去年8月份的时候，拜登要下台他在自己的政府里头组织了一次跨国大营救。大家都知道，涉及到7个国家的人质跟俄罗斯进行了一次人质大交换，涉及到20多个人但是这个名单里头没有福格尔。福格尔可能既不是美国政府的间谍，他本身名气也不是很大，所以就把这个哥们儿给忘了。但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不到1个月这福格尔就被放出来了。这事情有点蹊跷这福格尔实际上他俄罗斯把他释放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要求美国释放一个对等的人质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美苏2个国家交换这些人质的时候，都是你放一个我放一个。但这次福格尔呢释放的时候呢，美国是完全没有释放任何一个俄罗斯的人质。那这双方到底是怎么谈判的？什么时候开始谈判的？美国又答应了俄罗斯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一概不知。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的是2月11号，这福格尔呢就被俄罗斯单方面的释放了这福格尔被释放之后，那心情老激动了。到了美国之后，趴在雪地上，然后开始亲吻土地。然后21号晚上的时候这特朗普在白宫门前呢，飘着鹅毛大雪接见了这个福格尔。福格尔当时心情无比激动就说他说我不是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特朗普，你才是美利坚民族的大英雄这特朗普也心情老高兴了他说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由头呢，这特朗普在2月12号这一天就给普京打了一个电话，总是要表达一下感谢嘛这个电话一打了1个半小时据特朗普自己在真相传媒他在发的那个帖子里头透露这电话打的内容非常多。那么他东拉西扯，从这个美国和苏联这2个国家在2战期间共同肩并肩战胜法西斯德国，从那历史开始讲起的这中间有讲了什么能源问题AI 问题中东问题等等。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呢，还是讲到乌克兰。特朗普在这个电话里头讲了几点。他说第一点呢，这场战争的发动就是个错误。如果我当总统，这场战争不可能发生。吹牛他就把这个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民主党把他选下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民主党如果不把他选下去他继续当美国总统，俄罗斯当时就不会入侵乌克兰。第二，他说这场战争现在已经造成了那么重大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是时候必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了。马上要指挥这个卢比奥进行这个战争停战的战争结束的谈判。这第二点第三呢，他说普京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邀请我到莫斯科去访问，他呢也邀请普京到美国去访问双方要进行互访。你看这哥俩感情非常好大概讲了这3个方面第二天2月13号的时候，这特朗普想起这个乌克兰还有一个泽伦斯基然后他就给泽伦斯基打了一个电话。这电话打了1个小时，说呢2月14号在慕尼黑不是要召开欧洲这个安全会议吗？他派这个卢比奥去参加这个会议。卢比奥呢到时候会见这个泽伦斯基，会给他拿出一个美国版的这个战争结束的方案。这泽伦斯基接到特朗普的电话的时候，心里肯定是不爽。他自己就明确跟媒体讲了，为什么不爽呢？你想想这特朗普跟俄罗斯谈乌克兰战争结束问题，竟然事先没有跟泽伦斯基打招呼。按道理来的程序不是应该特朗普先跟泽伦斯基打电话吗？
先跟泽伦斯基商量好，说哥们儿，咱们俩我是支持你的啊，这么多年，现在呢这战争打不下去了，我要跟普京去谈判。谈判的过程中，你看我怎么来维护你的利益啊？商量好了之后再去跟普京谈，这是泽伦斯基想的一个正常程序，也是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想的一个正常程序。但是没想到人特朗普直接迈过了乌克兰，跟普京自己啊进行了私人交谈，把乌克兰给忘了，把泽伦斯基给忘了。那你想想，泽伦斯基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尊严何在呀？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自己在战场上不能打败俄罗斯，有求于美国，但是美国呢，完全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平等的国家对待，甚至觉得他在跟俄罗斯谈判的过程中都不需要征询乌克兰的意见，屈辱啊！2月14号这一天啊，卢比奥在这个欧洲安全会议上，也就是慕尼黑呢，就见到了泽伦斯基。见到泽伦斯基的时候呢，就跟泽伦斯基拿出来了一个方案。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he future of Ukraine is top of the agenda, especially after President Trump calle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his week to discuss ending the war. We want peace very much, but we need real security guarante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also working with Zelensky's team on a deal that would give the U.S. access to Ukraine's rare earth minerals in exchange for more military aid. 你欠美国好多钱呐，现在美国希望你来还。我知道你乌克兰也没什么钱啊，还不起啊。这样，我们的总统特朗普说了啊，让你呢用今后你们国家这个稀土矿藏资源的50%给我们美国，然后呢就相当于还我们美国的钱了啊。这泽伦斯基一听脑袋又大了啊！你想想，美国确确实实啊这几年啊一共援助了乌克兰不少钱。特朗普大嘴巴说他一共援助了乌克兰3500亿美元，这是瞎扯的，他自己也没个准信儿啊。但是呢，大概率他援助乌克兰的钱应该是在1700亿到2000亿美元之间。这些钱呢都不是无偿援助啊，他援助的时候他说他是要乌克兰还的，但是乌克兰现在哪有钱还呢？因为打仗国家都千疮百孔了，对不对？但是现在特朗普等于催债了，说你得还啊，将来战争结束之后，你们国家所有的那稀土矿，因为这个乌克兰呢有很多稀土矿啊，那锂矿啊非常丰富啊，那说你这50%你给我们美国就算还钱了。We're telling Ukraine they have very valuable rare earth. We want what we put up to go in terms of a guarantee. We want a guarantee. We're handing them money hand over fist. We're giving them equipment. European is not keeping up with us. They should equalize. And look, we have an ocean in between. 泽伦斯基啊，原以为其实美国跟他谈的是关于跟俄罗斯之间这个停战谈判，也包括战争结束的条款。没想到美国没提这个，上来就跟他催债了。那你想想，对泽伦斯基那脑袋不就更大了吗？所以泽伦斯基当时就拒绝了美国这个方案。据他事后解释啊，他为什么拒绝呢？他说有几点啊。第一点，他说不太公平，因为这个时候设计的方案主要是过去的偿还过去的钱，没有讲未来的钱。因为乌克兰还需要美国给乌克兰继续提供援助嘛。那美国现在这个方案里头没有提这部分的内容。第二，他说啊，乌克兰是希望啊，对乌克兰的这个矿藏的开发啊，不光是美国，欧洲其他国家也进来。但是现在这个一个协议呢，是个双边协议，不是一个多边协议。那乌克兰希望欧洲其他国家也能参与进来。第三，他说这个协议中间这纠纷解决机制的裁决城市在美国纽约。那乌克兰就认为这东西对于乌克兰来说风险太高了，万一哪天要是跟美国啊就这个协议的执行问题发生矛盾的话，那美国有绝对的裁决权，那不相当于乌克兰的主权都被剥夺了吗？对吧？那你乌克兰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你自己的矿藏要给美国，结果出了问题，双方有不一致的地方，还得听美国去裁决，真的又一笔屈辱啊！所以呢，泽伦斯基啊又拒绝了美国的这个建议啊。但不管怎么说啊，现在最新的消息显示呢，下周这特朗普很可能就要跟普京啊进行私人的谈判，而且双方现在都说了，随时欢迎对方互访，只要能达成一致。但是泽伦斯基在这边面对记者说什么呢？他说：“我是没有见到谁来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谈判。” First,
that maybe there is something at the table, but not on our table. So I didn't see any invitations and voice and etc. from Ukraine to meet with some other, and so we don't have any papers, any invitations, and it's something strange for me to speak in this case in this format. If before we don't have any negotiation between us and our strategic partners. As I remember, Russia is not our strategic. 他说都说我们是盟国，是吧？也看不出来现在谁跟谁是盟国了啊。那么美国现在跟俄罗斯啊谈判的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结束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呢？现在还没有披露啊。但是前几天美国的那个国防部长，也就是过去啊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叫什么皮特啊，在那个布鲁塞尔开会的时候呢，他讲了美国这方面的大致的方案。这个方案呢，大概有4个方面啊，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乌克兰不可能回到2014年之前的边界；第三呢，就是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欧洲来提供，美国不出兵，但是欧洲提供的这个安全保障啊，还不是属于北约项目内的安全保障。第4个方面。他就说，北约这些盟国啊，也包括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啊，你面对欧洲的问题、乌克兰的问题，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欧洲的安全问题，包括乌克兰的问题，应该由欧洲自己人来承担主要的这个义务。我当时看完这4个条件的时候，我当时怎么想的？我觉得美国的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结束方案比中国提出来的方案还要激进。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这几年啊。中国一直啊也扮演这种所谓中立调停人的方案，不是中国版的解决方案吗？中国版的解决方案是先停战，停战完了之后呢，搁置争议，搁置咱慢慢谈，谈个30-50年，对不对？咱们再解决。所以当时欧洲都说中国的方案偏袒莫斯科，偏袒俄罗斯，因为中国不谴责俄罗斯入侵呐，中国只说停战，中国也不说这领土问题由谁来解决。也不说这领土啊归谁，就说将来来通过谈判解决。所以这不欧洲不都认为中国来偏袒俄罗斯吗？因为中国没有提到啊，就是乌克兰现在这个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就都归俄罗斯，因为中国也有自己的打算呢。因为中国认为主权问题不能随便的割让啊，因为中国还涉及到台湾问题呢，不能有所谓的民意就解决呀。俄罗斯啊。其实跟苏联也差不多啊，他当时吞并克里米亚怎么搞的？不就是在克里米亚搞了一个全民公投吗？于是克里米亚就重新回到俄罗斯了。那中国对这一点非常警惕啊。那你台湾如果搞一个全民公投，说我们独立了，那台湾是不是就从中国独立出去了？中国实际上是反对的。所以中国的方案是不涉及到领土的归属问题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版的这个方案啊，那比中国的激进呢。我们来一条一条来分析啊。首先第一条，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俄乌双方争议的一个非常大的焦点。2008年的时候，乌克兰第一次申请加入北约，但是呢，当时北约没有批准啊。当时北约对整个这个前苏联的这个国家，好几个国家都没有批准。结果后来到2014年，这不是克里米亚就被俄罗斯给吞并了吗？这个时候，这乌克兰呢就想加入北约的这个愿望一下就升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啊，这俄罗斯啊在他旁边啊，作为一个强大的邻居，对他虎视眈眈，而他自己呢又没什么办法。他如果加入了北约，那北约就可以成为保护他的这么一个安全屏障嘛。但是这个时候他再想加入北约已经晚了，因为你跟其他国家有领土争议了，对吧？到了2022年，俄罗斯开始全面进攻乌克兰。俄罗斯的理由是什么呢？俄罗斯的理由就是说，你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北约想要东扩，而这个呢，北约东扩呢，对我们俄罗斯呢构成了一种安全威胁。我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我有大国的利益。所以当时啊，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俄罗斯跟乌克兰也曾经做过一些谈判。谈判的时候，一开始俄罗斯的态度非常强硬啊。强硬就是说，你乌克兰永远不许加入北约，你必须中立化，
然后还限制你的武器，限制你的武装力量。当时乌克兰不是认为吗？这样的条款无疑等于乌克兰全面向俄罗斯投降，所以拒绝了。可现在你来看看，美国就说乌克兰加入北约不现实。事实上，欧洲有很多国家，包括北约的很多国家是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比如说英国，英国一直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也包括法国这些国家，他们都认为啊，说乌克兰加入欧盟、加入北约的问题不容谈判。那意思就是说，这条路是不归路，早早晚晚是要加入北约的。只不过加入北约是一个什么时机问题，就是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结束之后加入北约。加入北约的有个什么好处？加入北约之后，你哪怕这个战争结束之后，你乌克兰，你俄罗斯如果再打乌克兰，那你就相当于向北约所有的国家宣战了嘛，那乌克兰也就安全了嘛。可现如今你可以看到了吗？美国现在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不现实，言下之意，北约不欢迎乌克兰进来。为什么不欢迎乌克兰进来？不就是认为乌克兰有可能给北约带来麻烦吗？不愿意得罪俄罗斯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他当时讲到了，他说乌克兰不可能回到2014年的边界。我们知道俄乌战争一共打了2场，2014年打了1场，2022年打了1场。2014年那场俄乌战争啊，规模比较小啊。首先是克里米亚被俄罗斯从乌克兰给弄走了，乌东4州中的卢甘斯克、顿涅斯克这2个州呢，被亲俄的势力给占领了。那么在这场战争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当时的乌克兰一部分的领土就被俄罗斯给占去了。第2场战争呢，就是2022年，那么这场是双方的全面战争，整个乌东4州全部被俄罗斯占领了。那么现在呢，整个乌克兰大概有20%的领土都被俄罗斯给占去了。那么2014年的边界就是恢复到克里米亚当时这个边界啊，所以美国现在就提出来了，不现实，不可能，你不可能回到2014年了。我们客观来讲啊，你要说今天的乌克兰回到2014年以前的边界，确实不太现实。乌克兰呢，似乎啊也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乌克兰自己呢，天天喊口号，说我们不能让放弃一寸土地啊。其实他们自己的目标也没把克里米亚回归到乌克兰当做一个现实的目标来追求。但是呢，这口号总是要喊的，这东西要在谈判桌上去谈的。但是你现在没谈之前，美国就说乌克兰你拿回到2014年的边界不现实，这不等于就把谈判的底牌给亮出来了吗？你跟俄罗斯谈判的时候，你就先说乌克兰回到2014年边界不现实，那这实际上就太糟了。那至于他要回到哪一个边界呢？那在我看来啊，美国现在的这个谈判目标很可能就是让俄罗斯把现在占有的所有的土地合法化。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在上台之前他就说了，他说我上台之后马上要终止这个俄乌战争，他提出来了一个所谓的100天终止计划。在这个100天的战争终止计划里头，他就披露了，他说就是要让俄罗斯占有现在已经占有的土地，让乌克兰放弃20%的国土。那这不就是我说的比中国的谈判方案还要激进吗？中国只是说停战呐，没说这个土地就合法的归俄罗斯啊。但是现在特朗普说什么？他说这些土地啊，都是人家俄罗斯无数的士兵通过战争、通过战斗，打过来的。那言下之意，打过来的这个土地啊，就不能再重新给乌克兰了。这是第2点。第3点啊，他说乌克兰的战争结束之后啊，欧洲国家可以给乌克兰提供一个安全保障，但是这个安全保障呢有2点。第一点呢，美国不出兵，你们欧洲国家出兵，反正我们美国是不派兵到乌克兰去啊。第2点，就是这个集体安全保障啊，不属于北约内部的系统，不受北约的第5条这个条款的这个约束。北约第5条的条款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进攻北约的军队，你就相当于对北约所有国家宣战。那么特朗普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欧洲国家可以派军队到乌克兰去驻军，将来如果俄罗斯去进攻这些军队的话，它不等于俄罗斯向北约宣战。那这你还是集体安全保障，
保障个毛啊，对不对？你欧洲国家你派一点军队去，你也肯定也不奢望你派太多啊。实际上，对俄罗斯最大的震慑是什么？震慑就是说，欧洲这些国家到了乌克兰驻军，是以北约的名义。如果你俄罗斯对北约的军队你开战，那就相当于对整个北约国家宣战了嘛。那俄罗斯要打仗的话，他就掂量掂量。但是现在呢，特朗普说了，你们欧洲国家可以派军队去，但是俄罗斯打这些军队不相当于向北约宣战。那这种集体安全保障机制，那不是等于零吗？是吧？这是第3点。第4点，紧接着美国就说了，他说欧洲的事情啊，以后你们欧洲这些国家要你们自己管，包括乌克兰的事情，你别老让我们美国承担责任。 The threat that I worry the most about vis-a-vis Europe is not Russia, it's not China, it's not any other external actor. And what I worry about is the threat from within. 万斯讲话中间说得很不客气啊，他说你们欧洲人现在面对的这些矛盾呢、麻烦呢，不是中国啊，不是俄罗斯，是你们自己内部自己。言下之意就是要求啊，欧洲啊这些国家都大幅提高自己啊军费的这个比例，要占到他们这个 GDP 的2%到5%。美国我们不愿意再承担更大的代价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为什么啊美国在这个时间点会提这样的一个俄乌战争结束的方案呢？我这里头我自己做一个分析啊。首先从一个宏观角度来讲，俄乌战争啊打了3年啊，确确实实给双方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我们首先来看乌克兰，乌克兰阵亡的人数啊，军人和平民老百姓据说合计在一起呢有7万人，那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大了。对于一场现代战争的来讲啊，7万人阵亡啊，而且现在的俄乌战争的前线啊，就像一场绞肉机，实际上双方是一种僵持局面，但是人员的伤亡挺大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个经济上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啊。那么国际社会估计啊，这个2022年的时候，乌克兰 GDP 下降了29.1%，钢产量下降了71%，然后这电网动不动就中断啊。还有你比如说，它有很多工业城市啊，你像当时我去过的尼古拉耶夫啊，那当时是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厂生产这个航空母舰的，那在战争的过程中间就变成了一片废墟。所以战争给乌克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啊，那个联合国曾经做过估算，说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失呢，一共是1520亿美元。那如果重建这些啊，乌克兰啊需要大约4860亿美元。这对于乌克兰来说，那是个天文数字，对吧？乌克兰是欧洲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那么在战争这几年呢，美国、欧洲啊，先后给乌克兰啊很多援助。比如欧洲呢，大概给了乌克兰1000亿美元，美国呢给乌克兰呢差不多1600亿到2000亿美元之间啊。但这些钱呢，作为一个战争消耗，都消耗进去了，因为有的是给 F-16战机，有的是给的是豹式坦克，是吧？啊，和无人机，英国给的是无人机等等，这些东西在打仗的过程中都消耗了。那豹式坦克过去之后啊，2个星期好像就战损了一半啊。F-16虽然没掉下来啊，但是这种所谓的战争损耗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你别看国际社会给了乌克兰很多援助啊，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呢，战争每打一天，对这个国家来说也确确实实在延长一天的痛苦。对于俄罗斯来讲啊，这场战争实际上来说对它的消耗也很大。2022年俄罗斯刚打乌克兰的时候，据说它的军队90%都被动员起来了，甚至都被消耗了。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前一段时间那不朝鲜都被俄罗斯借兵到乌克兰前线去打仗了吗？那说明什么？所以俄罗斯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力量啊，继续发动这场战争了。而经济上呢，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禁运，然后俄罗斯的经济呢也一落千丈。所以啊，现在的俄乌战争事实上陷入到一种焦灼状态。什么焦灼的状态呢？就是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之下，俄罗斯既打不赢乌克兰，乌克兰也打不赢俄罗斯，双方就在整个啊，就是那个前线地带，我去过的呢，那个的红军村啊，这巴特穆赫那一条战线上啊，形成了一个焦灼的事态。事实上，俄乌战争啊，现在的局势是这样的：
如果北约不直接出兵，乌克兰显然打不过俄罗斯。那么呢，如果国际社会呢不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也打不赢乌克兰。这场战争如果就这么进行下去了，可能再打个3-5年还是这个局面。但这个局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洲、美国不停地地给乌克兰输血，而现在美国呢，说句心里话是不愿意继续输血了。所以下面我们再讲一讲为什么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乌克兰要叫停这场战争呢？最本质的原因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啊，我不是分析过吗？他要实行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他认为过去啊，欧洲也好，乌克兰也好啊，美国都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你想想，欧洲这些国家军费开支这么低，占 GDP 的1%，而美国呢这么高，那么美国庇护了欧洲，而欧洲这些国家呢，不搞军事建设了之后，自己把自己的福利水平都搞上去了。但是呢，美国呢经济受到了影响，所以特朗普现在的逻辑就是说，我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实行美国优先原则，美国第一。这什么事情对美国有利我就干，对美国没利我就不干了。至于乌克兰，我不管了，什么正义不正义，什么侵略不侵略，跟我没什么关系。这就是特朗普的逻辑。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稍微分析一下，假如说特朗普版本的这个俄乌和平方案啊，要是实施了，对这个世界啊的影响或者说后果啊，意味着什么啊？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大家都知道，1945年啊，联合国的宪章规定啊，任何国家不能以武力的方式啊来获得土地，这是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啊，也是雅尔塔体系啊最重要的一个基石。战后80年，世界上维持一个大致的和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联合国体系下面，这条原则得到了大致贯彻。不管国家大小，大家一律平等，在联合国里头一人一票。虽然你最大的国家你有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大家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尊重。但是现在啊，俄乌战争，俄罗斯是入侵乌克兰呐，侵犯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同时占领了乌克兰的乌东四州，20%的国土。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并入俄罗斯，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大国凭借实力获得领土的这种原则，强权原则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这不就回到了2战之前吗？2战之前，你想想，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发生2次世界大战呢？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嘛。我有力量嘛，我就打你嘛；我没有力量，没有办法就挨打嘛。这就是当年啊国际社会的逻辑。所以联合国当时成立的时候，就想极力避免这种局面，所以在联合国宪章里头规定了这个条款。但假如说乌克兰以割让土地的方式换得了和平，那也就是意味着这条联合国的宪章正式走向历史。从此之后，你想一想吧，大国强权政治啊，就会在这个国际社会上行使得更加肆无忌惮。第二点，大家想一想，乌克兰如果要是有核武器的话，俄罗斯这次敢打他吗？不太敢打吧。所以有些人都说了，乌克兰当时犯的一个最大的战略错误，就是当时轻而易举的放弃了自己的核武器。那这个样板效应会给很多小国提供一个什么思考呢？就是一定要发展核武器。你发展了核武器，你拥有了跟对方同时毁灭的能力，你就安全了。你想想，北朝鲜这个又臭又硬的国家，为什么这么多年可以屹立到那个地方不倒？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庇护它啊，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北朝鲜在不遗余力的发展核武器。事实上，它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有核国家了啊。那你要是搞我的话，那我就往你那个国家扔几颗原子弹，我炸不到你大城市，我炸别的地方你也受不了啊，对吧？所以北朝鲜它拥有了核武器，它就拥有了国家安全。那对伊朗来说，对这些国家来说，那不都形成了一个样板效应吗？大家会纷纷发展核武器。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都有核武器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安全吗？不会。核大国之间相对来说还有合理性，但是对于很多小国家来说，一旦它拥有了核武器，它很可能真的因为某种原因就真的扔起了原子弹，那人类不就要开启了另外一场潘多拉盒子吗？所以啊，在我看来啊，俄乌战争如果真的要是以
土地换和平的方式结束的话，它很可能是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一个分水岭。咱再说回到中国中国这一次其实对这个俄乌战争的调停也很积极据说《华尔街日报》还说呢，中国给美国还提了一个建议，说他可以居中来调停。据说美国好像没同意，因为特朗普直接跟普京就谈上了，不需要通过习近平但中国前2天不是在欧洲安全会议上，王毅也去发言了吗？也在那讲了吗？尊重主权平等，然后呢，大家要和平共处，讲了一通这种套话空话那中国还是不希望在俄乌这个过程中间呢，没有自己的位置，因为要争夺一个大国的角色因为如果谁能够结束这场战争，那也就意味着谁仍然是国际社会秩序的主导者。另外一个更深远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涉及到台湾问题。如果俄罗斯是吧入侵乌克兰的这个事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大陆打台湾的话，美国会怎么样？国际社会会怎么样？会真的去不遗余力的支持台湾吗？你想，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被俄罗斯去入侵，国际社会都接受了这个现实，而台湾在法律上来讲，在国际法的这体系上来讲，它还跟中国同属一个国家呢。那国际社会真的会不遗余力的支持台湾吗？更不可能了。所以对台湾来说，那也意味着前途是更加危险了。大家都知道，前2天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向全世界119个国家征询了意见，说如果中国大陆统一台湾，你们什么意见？大家都表示支持其中有80几个国家说中国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一切手段统一台湾，他们都支持。这是一个信号就说明中国在悄咪兮兮的在进行着一些为了争取台湾问题解决而做的事先准备。而台湾在这个过程中能做什么呢？我们知道前2天赖清德说了他说有人说我们台湾呢是大国博弈的棋子，不是的，我们不是棋子，我们是棋手。哎呀，台湾要是能当棋手当然好了，怕就怕自己以为自己是个棋手，而实际上自己就是一个大国博弈的棋子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无论在全球供应链体系间，或是区域安全的角色上，台湾都是全球和区域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是棋手，不会是棋子。Did you tell, as was reported, President Trump, that Putin is only doing this and agreeing to talks because he's afraid of Trump? Did you tell him that? Yes. I told Trump that Putin afraid of him. Yes, and he heard me. And now Putin knows. Look at the war, the way the war is going.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determination. I'm just here to try and get peace. I don't care so much about anything other than I want to stop having millions of people killed. We'll never accept deals made behind our backs without our involvement. Freezing out President Zelensky in this process? Isn't there a danger of that? No, I don't think so. As long as he's there, but at some point you're going to have elections too. You're going to have an election.